师傅，你的徒弟没死，回来了。魂灯重燃，不可能，他被送进镇狱100年了。万一是禁区里的东西披着他的皮呢？小师弟，你是怎么活下来的？禁区内遭遇禁制，其余人陨落，我用秘术假死，耗费100年才走出来。秘术反噬，修为尽毁，灵根断了。就这些？就这些。你说你是林渡，怎么证明？大师兄暗恋小师妹40年不敢说，这事你知道，我知道，全宗都知道，就师妹不知道。要不要我替你说？够了！师兄，杂役房还空着吗？杂役房？那是杂役住的地方。你是太上长老的关门弟子，宗主的小师弟。我现在是废人，修为全废，灵根寸断，还是个瞎子，住长老院，服不了众。刚才殿上你也看到了，有人想把我交给镇狱司，你把我安排进长老院，就是给他递刀。杂役房没人争，没人争的地方最安全，而且我睡惯了硬地，软床睡不着。狱主，你的烧起来不疼？100年前他们踩的是别人，9道印记封死镇狱。100年前他们把我送进去当探路使，100年后我回来了，他们以后没手再踩任何人。新来的杂役，瞎子，不能干活就交灵石抵工，1个月10块，交不出来拿你的骨头抵。你的掌法被掺了禁术，禁术没了，经脉也没了，你的右手以后端碗都费劲，打人不用想了。回去告诉给你们植入禁术的人，他的禁术我见一次烧一次。你们的胳膊是他替你们付的账。你废了他们的手，他们先踩了我的手，我废他们一只手，公平。你用的不是功法？不是，一个瞎子在禁区里捡的火，没名字就叫火。他是第一次被捡出来。林师叔，外面有个老头找你，浑身木土味儿，守在山栏门口不肯走。宗主让我来叫你，让他进来。他说他不进，他说让那个瞎子出来。老夫守了800年，不差这几步，但他得自己走出来。我出来了。反应不错，你能躲过老夫7成功力的一掌。你不是靠眼睛躲的，是靠耳朵。耳力比老夫见过的任何人都好。活得久的人我见得多，活得像你这么干净的，第一次。你身上有欲火的味道。老夫守了8年墓，上一次闻到这个味道，是我守的那座墓里的人还没死的时候。我江白白在镇狱禁区外守了800年墓，墓里埋的是上一代镇狱使的衣冠冢。他死前托人把一句话刻在木砖背面，让我踏下来，等下一个镇狱使。给你，第803遍拓印，前802遍都踏糊了，人老了手抖。玉可燃9次，火满，镇狱官同治。他叫什么名字？没刻。他说镇狱使不需要名字，镇狱使只需要做一件事，把该封的东西封住。名字不重要，后人记不记不重要。你认识我师父？800年前，你师父在镇狱禁区外立了一块碑，碑上刻的是镇狱使林渡之墓。第2天，他把碑推了，说没见到尸骨不算死。他把碑石磨成了砚台，那块砚台你是不是见过？见过，我还摸过砚台背面的4个字。他说，如果有一天你活着出来，砚台底下压的东西就是你的。江白眉在禁区边上守了800年，他要把林渡带走，谁知道是不是禁区的什么东西指使的？林渡刚从禁区出来，体内有没有被种下什么东西，我们谁也不知道。够了，你不进去？不进去，等他们吵完。小师弟，长老会的意思我知道，不过在我走之前，有一件事。提议把我交给镇狱司的那个人，你体内被中了禁术，不是你要害我，
是你背后的那个人在操控你。你现在去后山镇眼基石下面有一块碎石，你把碎石挖出来，你体内的禁术灼痕就会消。不挖，3天后灼痕会反噬，你的禁术快到期了。小师叔，师父100年前教我的第一课，是你帮他抄的讲义。你在上面批过一行字，我看了100年。你去哪儿，我去哪儿。讲义留着，你还得替我给新弟子抄，等我回来检查。江前辈，你说你守了800年墓，这800年间有人去祭拜过吗？没有，你是第一个来问的。那我不是来问的，我是来告诉你，墓不用守了，守墓的人该回家了。那块石板，我守了800年，背面从来没有字。就绪之下，江前辈，你说你套了803遍木砖，木砖上的字你全认得吗？全认的，每一个字都是倒着刻的，因为刻字的人当时是趴在砖上刻的，他快死了，手没力气，只能倒着刻。初代6万年前那个瞎眼的古人，他在石板上刻过字，和木砖上的字叠在一起，木砖的字浮完之后，底层的字才开始浮。初代刻的是什么？还没浮完，石板的温度不够，需要更多的浴火。就绪之下，有人等。你刚才在破庙外走了3圈才进来，每一步的间隔完全一致，不是因为步伐，是因为守墓800年，每天走同一条。从墓门到墓碑，你走了800年同一条路，路不长，但每一步都踩在前一天的脚印上。你连老夫的膝盖都听得到。你的左膝有旧伤，每迈一步，软骨会先磨一下才弹开，风藏不住软骨。你的膝盖是我听过的所有人里最准的，不是因为不疼，是因为你不在乎疼。守了800年，疼已经变成了脚步声的一部分。老夫守墓800年，你是第一个连我膝盖都听过的人。喝一口，不是冰的，今晚没冰，茶是热的。300年来，我的剑法中一直有一招打不准，我以为是我自己没练好，原来不是。是禁术，但不是300年前留下的。300年前镇狱司的人只是激活了它。这道灼痕的源头比秦不度更老，1万年以上。有人在更早的时候就把这东西埋进了你的剑谱，秦不度只是后来发现了它，然后利用它。你剑谱夹层里嵌着一块碎石，不是镇狱司后来伪造的那些，是6万年前旧门本体上崩落的第一批碎片之一。那道灼痕是什么时候留下的？300年前，镇狱司的人来的时候，在你剑谱上碰过这一页。你记得那个人吗？记得，他姓秦，年轻，很客气。临走在剑谱上按了个手印，是祝福。那个手印的位置就是第70回风刺的那一页。你门下所有练过第70的弟子，体内都有禁术残留，不多，但够让他们的剑慢半拍。不是他们练不好，是你的剑谱被污染了。还能烧干净吗？能，但每个人都要单独烧。禁术是种子，已经在他们经脉里生根，那就一个一个烧。300年的种子，今天是拔的时候了。苏门主，47个弟子，你欠老夫47碗茶，不贵，1碗1块冰。下一个宗门，碧水宗。你的火我看见了，黑色的，烧起来不响，但烧过之后，我父亲的剑上有一道我看了300年的旧灼痕不见了。那道灼痕是什么？禁术。禁术能被看见？不能，但它会在剑上留一道灼痕。你父亲剑上那道，在剑谱上存在了300年。你从小就看着那道灼痕，没觉得它不对？我一直以为那是剑谱上本来就有的纹路。那你为什么来问我？因为你烧过之后，纹路消失了。我用眼睛看了20年没看出问题，你一个瞎子，一把火烧出了真相。你叫什么？
苏哲之，苏门主的女儿。你的眼睛很利，20年没看出来的东西，你至少看出来了它消失的那一瞬间。大多数人连消失了都注意不到。以后如果有需要看的东西，我来，你看不见的，我替你看。水宗在天剑门以东300里，这里的灵脉是全伏流星域最肥的，一条主脉分出7条支流，每条支流盘着一个修炼洞府，灵气浓的能在石壁上结露。300年前，碧水宗差点被灭门，后来镇狱司来帮他们布了一道护宗大阵，才撑过来。从此，碧水宗对镇狱司感恩戴德。镇狱司说往东，他们不敢往西。护宗大阵用的是流石，你到了就知道了。流石是镇狱司部下的护宗根基，你们毁他等于毁我宗门。300年碧水宗靠这道阵活着，你说镇河是一块偷灵气的石头？我不信。你看到这些雾气了吗？看到了，这是灵气浓郁到化雾。不是，这是流石嚼过的灵脉残渣。你的弟子们在阵内修炼，吸收的不是灵气，是流石嚼过的渣。300年累积下来，他们体内的禁术残留比天剑门的弟子深10倍。天剑门只是剑谱被污染，你们是整个灵脉被截流。那怎么办？流石碎了，灵脉归位，但你得在全宗弟子面前坦白，300年来你供奉的护宗大阵，是镇狱司架在你家门口的抽水机。3天，我给你3天，3天后我再来，不管你有没有坦白，我都会碎流石。你坦白了，碎流石就是解放；你不坦白，碎流石就是政变。你自己选。这些人不是被污染的，是碧水宗的核心长老，他们主动用禁术换取力量，禁术早已与他们的灵气为为一体。瞎子，宗主不敢碎流石，我们替他做决定。你不碎，我们碎你！你废了我3成修为，你自己灌的禁术占了你3成修为，你的真修为就这么多。镇狱司当年给我们禁术的时候，没说会这样。说了你们还会用吗？能不能把我的也烧了？可以，手伸出来。我坦白，刚才在宗门大殿，当着全宗弟子的面，300年，我说了。冷，和江前辈给我泡的茶一样冷。流石碎裂的连锁反应，第2块流石的位置已被镇狱司转移，不在碧水宗了。下一块，苍云谷，他们在等我们。导师叔，你要的人我带来了。火追得上，但你的感知跟不上。他们既设下此局，便不会只派这些杂鱼来试探，真正的杀招还在后面。你是镇狱司的人，曾经是，现在接私活。有人花钱雇我来试你的火，看看一个瞎子能烧多远。那你试完了，12掌，你的速度比我的锁定快，你可以走了。谁说我要走？
你的火追不上我。我说了，你的剑现在是我的禁术探测器，以后你靠近任何禁术，剑会自燃。不用谢。你废了我的剑！剑是你的，胶痕是我的。以后你每次接火，剑都在提醒你，你欠我一道疤，疤在后颈，剑替你记着。滚！欲火在加速伤口热的。以前他只烧东西，现在他开始修东西了。因为他和你一样，学会了等，等不是弱，是准。你刚才明明可以烧人，为什么只烧剑？因为他身上没有禁术，他的剑也没有。他只是一个被镇狱司烧过的叛徒，接私货不是因为想杀我，是因为没别的手艺。他的速度是真的，他的剑是真的，他用真本事从我身上划走了一道疤。我废他的剑，是让他记住这道疤。你记住他了？焦痕记住了，下次他靠近10丈之内，不需要我下令。你后颈的伤不深，但会留疤。留疤好，这道疤是速度的教训。你不怕火不够快？怕，所以我需要更快。那就更快。火已经是你了，你们一起加速。你就是那个瞎子在烧禁术？是我。碧水宗的灵脉被你碎了一块流石，灵脉反转，正宗主在全宗面前下跪，天剑门47个弟子被你烧了手腕。你现在往苍云谷去，我们谷主让我来问一句，你的火不分真假都烧，烧到我们地盘怎么办？你的功法里有没有禁术，你自己不知道，我知道。要不要我帮你们查？不查，我们走。等一下，你们谷主让你来问，说明他在怕，怕是对的。在我到之前，主动把镇狱司植入的禁术挖出来，自己挖不疼，我来挖会烫。林都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怕不够快，今天后颈被划了，下次如果再快一点，就不会被划。你的火现在能同时锁定几个？15个。上午还只能10个，下午15，明天是不是30？看情况，如果明天有人来试，可能20；没人试，还是15。进步需要实战。你这话说的像在邀请人刺杀你。不用邀请，已经来过了，后颈的疤还在。你不用跟我说桌子上的东西在哪儿，你每次起身之后，我会重新摆，你摸到的位置就是对的。你怎么知道我每次摸完东西不放回原位？因为你是个瞎子，看不见自己把碗放在了杯子前面。我看见了，所以我把杯子放到碗前面，不是替你收拾，是替你打仗。他站在你火域的边界上，不进不退，在等你自己注意到他，不是敌意，是测试，测你的火域范围，让他等。你再不进来，茶凉了。来人体内有禁术残留，不是被强行植入的，而是像矿工肺里的煤尘，是常年浸泡在禁术环境中无意识沾染的陈年积灰。这是镇狱司的人。我叫季恒，镇狱司内务执事，奉司主秦卜之命，邀请你加入镇狱司。邀请？上次你们邀请的方式是7个猎户同时放箭。
那是巡逻队的自主行为。禁区有活物走出，需要确认身份。确认身份的方式可以谈。哼，你管七只刻封印符文的剑叫确认身份？符文是假的，7支剑上的符文有3张是在司内被调包的，真的符文不会触发欲火。你的火只烧假货，那天烧了3张假符文，剩下4张真的没有烧，说明你知道假货烧了，真货留着。他们先放的剑。你没有杀巡逻队任何一个人，所以你没有杀他们。一个从禁区里走出来的人被7支剑指着，第一反应不是杀人，是分辨符文真假。这是我今天来找你的原因。镇狱司在各宗门部尽数残痕，不是害人，是在播种屏障。9州修炼界的灵气结构正在老化，禁区封印迟早会松动。提前在修体内种下微量的禁术残痕，让他们适应禁术频率。他们体内的抗性就是第一道防线。播种屏障。对，你说的是实话。你说的是实话，但你没有说完整的实话，你漏了后半句。播种屏障的同时，镇狱司也在收割。每个被植入禁术的弟子，体内的禁术残痕会反向输送数据，回传修炼进度、功法特征、灵脉运行轨迹。镇狱司用这些数据来优化禁术配方。你们的播种屏障是一张覆盖全9州的修炼数据采集网。镇压需要力量，禁术来自镇狱表层溢出的残余，我们借它的力量压更深层的东西。不是不想停，是不能停。3个月，我会去镇狱司总部，看看你们是真在压封印，还是已经在替封印里的东西开门。你身上有9道狱火印记，司主父请你3个月之内去总部，由他亲自给你解锁第4道印记。如果他不替你解，牢里锁着的东西会感应到你的存在。他已经感觉到了。我在镇狱司待了7000年，每一天都在等一个能从禁区里走出来的人。不是等一个武器，是等一个答案。禁忌到底该不该继续用？你的火替我回答了。这道胶盆是我7000年来第一次觉得腰牌不是锁，是钥匙。刚才那人，我说不上来，他不像是坏，更像踩进了一个烂摊子，往外拔不出来。他是好人，是你在判断。胶痕亮了，他说的是真话，没说全，但那一句不是谎。所以老夫的判断是，帮你的火还不如帮你的茶。来，茶还是凉的。所以他漏掉的那半句才是最关键的。逆身旋转，刀偏左，收刀时有一道极浅的回钩。师傅，你去过镇狱司？磨掉了什么？留下了这块碑。你师傅的刀法确实，但他磨的不是字，是一道禁术烙印。你看锁链的链结，被磨掉的那一节链接上原本刻着秦族的追踪符，你师傅把符磨掉了，锁链断了，碑还在，但锁没了。他不是去镇狱司做客的，他是去拆锁的。对，他拆了一节锁，然后被杀。上一代镇狱使在800年前写过一段话，关于封印的。镇狱之封，非外力可持，封自内生，外不可补。若人自外补之，所补非封，实为劣也。什么意思？翻译成人话就是，镇狱的封印不需要任何外力维持，它是单向的，从里面打不开，从外面不用补。如果你觉得封印松了，需要从外面补，说明你不是在补封印，你是在开封印，补的是自己开的裂缝。所以镇狱司不是在救人，是在用自己的刀割墙，再用自己的泥补墙，然后告诉世界，墙裂了，只有我们补得动。对，封印不需要任何人的力量补充，封印自己就是活的。镇狱司在杀一个活的东西，每一道禁术都是在割他一刀，然后收刀费。狱主，你在我体内刻下9道印记，不是让我用狱火开锁，是让我用狱火把锁烧干净，把锁旁边的所有钥匙一把不留的烧干净，对不对？
你的腰牌上有一道锁，7000年没人烧过，因为没人看得见。现在锁没了。天剑门留守的30个弟子全烧完了，人人手腕一道白纹。这是我父亲托我带来的谢礼，不是灵脉，不是灵石，是他亲手炒的茶。你父亲的手，上次烫伤好了吗？好啦，他让我告诉你，那道疤比原来剑柄磨的老茧还好看。老夫在外面守着，你要问多久？不知道。上次有人问800年前上一代，他在时空河里做了1天1夜，出来的时候茶碗里的冰还没化。我给你换一碗热的。他当年他出来是时候想问的没问完，你不一样，你想问的都在你自己体内。你来了。我来了。我体内有你的印记，但我不知道你是什么。我是狱主，6万年前被初代镇狱使封入禁区，不是镇压，是保护。我不是大凶，是焚尾之火凝聚成的原始意识，太真了，世界受不了这么真。可你怎么证明自己不是伪装？我把最后一句真话封在了第9道印记里。解锁第9道，你就能见到完整的它，不是记忆，是活的那一部分，被火保住的那一部分在等你。你不是要我封镇狱，你是要我把上一代从火里带出来。对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走的时候，我答应了他，替他保管800年。800年过去了，你来了，该还了。他走的时候疼吗？疼。7道感染剑碎片同时贯穿。他用最后的力气封了旧门，靠着门滑坐下来。他最后摸到的东西，不是剑，不是封印，不用我，是铜铃，铃在跟他说再见。这是浴火，比上一代更烫。看不见的人不知道什么叫烫。你不怕？怕什么？怕的东西都在禁区外面，怕护不住人，怕烧不完禁术，怕封不死旧门，怕火不够快，怕锁定太慢，怕今天后柄被划的帮白流了。至于你，你是我体内的印记，你是我的地壁粉，我怕你干什么？第4道印记不在你体内，在你师父被杀的现场，他死的时候，把最后一句真话烧进了土里。我的火能把它取出来。去吧，去那里，火会越烧越旺，越烧越准。下一道印记不在你体内，在土里。你是说我师父的血渗进了土里，火能把它烧出来？能。他的最后一句真话被封在经反噬的胶痕下面，火烧开胶痕，字就会浮出来。你读出那行字的时候，第4道印记自动解锁。走之前，我还有一件事想问。问？你一个人在禁区里待了6万年，不孤独吗？6万年没有对话过，我不太懂人现在怎么说话。你不在的时候，我会和王座旁的水滴聊天。水滴？对，水滴比世界安静，它沉，6万年沉得住。水滴不会回你？对，但它一直在，6万年，每一天都在。6万年，除了上一代，没有人主动对我说过话。你这一代的瞎子话太多。以后有聊天了，不用水滴了。如果有一天你封死了镇狱，我不再留在这里，你
你的火会熄灭。我丧尸在外，那在3世之前呢？在3世之前，我最后的真话是：谢谢你看见了我。浴火了这片土地上残留的东西，师父的血。师父被禁术反噬不是意外，他的灵气运转轨迹和禁术对冲了，对冲的位置是心脏。你怎么知道？石板背面新浮出来的字，不只是旧虚之下。你摸。禁术反噬非天灾，乃人为。对冲点位，心脏第3角。擒不渡。擒不渡以镇狱流石开启第1道救门，流石编号0001，开启时间天启427年，开启者镇狱司，掩盖者同一人。你师父发现了流石真相，擒不渡告的密。100年前他亲自到青云宗建议把你送进禁区当探路石，你是钥匙，你师父才是目标，你只是一个顺手送进去的贡品。我师父刮掉了擒不渡的名字，不是因为原谅，是因为石板上位置不够，他要在同一个位置刻我的名字，他的名字不配和我刻在同一块石头上。右手经脉已经被禁术替换了70%，黑焰烧禁术，白火烧旧伤。你的右手上有镇狱司给你刻的禁术印记，那是旧伤，2道火一起烧，你的手3息之内成灰。你的禁术烧完了，你的修为跌回你自己修的那部分，你的右臂废了，你的旧伤白火烧过永远消不掉了。秦族长老给你刻的印记，我替你烧了。从今天起，你不欠镇狱司什么，你欠的是我师父，但你还不回来。滚！回去告诉秦不丢，他当年送进禁区的那个赠品回来了。你师父临死前来过这里，他在这片石上刻了你的名字，他怕你死在禁区里，没人知道你叫什么。禁术反噬从心脏蔓延到4肢的时候，他用最后能动的右手盖住了你的名字，手掌烧穿了，但字还在，背面也刻了，为师在禁区外手没写完，断了。你师父被禁术反噬的时候手劲太重，刻断了一截。断了什么？守到你活着出来为止，守到有人看懂不能好好这字，他是他自己为什么一瞬写的嘛？够快了，字多了不行，人死太快。不是没写完，是刻断了。他刻完了，石板没撑住。守你，背面接上正面，是个完整的句子。为师在禁区外守你。没事，我活着出来了。你收到了，收到了。走吧，下一块流石，碧水宗。你去找秦不渡，是去烧他，还是去听他？如果他躲在柜子里，我不烧柜子，我等他出来，像师父等他一样。师父的字烧出来了，秦不渡欠他一次面对面的回答。你就是那个瞎子。你刚才那句话里那个2个字加重了，你在强调，强调什么？强调你看得见我，我看不见你。这不叫对话，叫提前防守。不是防守，是试探。我想看看你除了火之外耳朵有多灵。够灵。你身后第3位长老左手在抖，
不是怕，是禁术反噬，他体内的禁术快到期了。你来干什么？看档案，旧档案库，3000年前被秦族封存的那批，坟碑能烧开封印。档案是镇域社内部事务，档案里有我师父的名字，他的名字不是内部事务。档案库在后殿，门上有秦族的禁术封印。你烧得开，档案就是你的；烧不开，你走，不拦。你让我烧秦族的封印？封印是秦族的，档案是镇域司的，两样东西不属于同一个人。秦族当年封存档案的时候，没有经过我的同意。司主，坐下。我说了，坐下。最底层，3000年前秦族初代长老刻印，7层后续加固，最后一层加固。100年前，师父被杀的那一年。流石编号0001，开启旧门第一道，执行者秦族，审批者秦不度，被入司主未反对。未反对不是你的令，但你签了字。我签的字，我没有反对。秦族长老说，开启旧门是为了提取我西施液供禁术传播。我说我知道了，没有说不行。你师父在外面等了我1夜，在柜子里数自己的心跳，但我再不敢开门。他不是怕他杀我，是怕他问我为什么，我说不出为什么。开了第一道旧门之后，禁术就像糖，沾上了就停不下来。7000年前我碰了第一块流石，7000年后我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守什么了。我知道了，3个字，一条命。你在柜子里数心跳，他在外面等天亮，他等了你的回答，你没给，他死了。今天我来替他拿回的是给我，是给你自己。3000年来你第一次说实话，你说出来了，你的禁术是糖，沾上了停不下来。你的档案我看完了，秦族当年封存这批档案的时候你签字了，你签字不是因为同意，是因为你觉得封存就能把真相盖住。真相被我这个瞎子摸出来了。8位长老的锁链还能锁多久？一炷香，够我走了。我每天整理这些档案40年，没有人告诉过我档案下面还有一层我整理的假档案。跨过去，我不等人。找到了，可惜里面什么味儿？禁术，全是禁术，你闻不到，但我胶痕快被烫熟了。烫熟了好，熟了说明没白进去。算你这次烧得多，我不知道是他下的令，但他签了字，未反对3个字。你烧了他吗？他帮我拦住了8个长老。他拦长老是因为想帮你，还是因为不想被秦族控制？都有，但更重要的是，他让我看档案。他明明可以不让，他让我看了，说明他在给自己找台阶。3000年前签的字，他后悔了3000年，但字已经签了，改不了，所以他想借我的火，把秦族的封印烧开。你替他烧了？不是替他，是替档案。档案里的真相不该被封印盖着。江前辈，初代震度使用指甲刻过这块碑，他的指甲比师傅的硬，师傅只刻了1行字就断了，初代刻了一整块碑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磨痕下面还有字。不是上一代的名字，是更早的。秦族磨掉的不是1个人的名字，是2个人。上一代的名字该盖在初代的名字上面，秦族磨掉了上面那层，以为磨干净了，但他们没发现底下还有一层。6万年的那层，他们磨动。这群人自称晋盟，被火烧过的人结成的盟。小师叔，董寒师伯让我带给你的。字在其下。师傅说过，砚台不是用来磨墨的，是用来压纸的，纸压住了，字才不会被风吹走。压的是什么纸？不是纸，是一句话。他说：“压着，等我碎完流石回来再看砚台下面压了什么。”流石是镇狱司部下的护宗根基，丹炉核心连接全谷弟子的灵气供给。你碎流石等于断我全谷灵气，你要拿几百名弟子的命来换一块石？不是换，是替代。我用浴火重新引燃丹炉核心，不连接禁术，只连接灵脉。你丹炉的温度不会降，但流石必须碎。如果失败呢？如果失败，丹炉熄火，全谷灵气断供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流石在丹炉核心里嵌了300年，他一直在偷灵脉的灵气，不是供弟子，是抽走。你以为丹炉的温度是流石给的？流石给的是禁术污染。真正的热度是你自己的灵脉，被流石压了300年。
你的灵脉一直在底层空烧，只要流石碎了，灵脉归位，丹炉温度会比现在更高。你说的是真的？你让我烧3天，3天后丹炉的温度如果降了1度，我赔你一条灵脉。你一个废人，拿什么赔？拿火。他在毁我们的丹炉！那不是禁术污染的颜色，那是真正属于灵脉的纯净真火。第5道印记，焚焚器，自我解锁。300年来，丹炉的火从没这么干净过。师傅修的，100年前他以为灵都会死在禁区里，他在阵旗上绣了他的名字，绣完了塞进丹炉石板下，等有人找过来，等了100年。30年前，我为突破平茧用了一次禁术，禁术让我一夜之间连破2境。但第2天我醒来，发现是你死在炼功房里，我不记得自己杀过。用我的手、我的剑、我的修为，他的血是我擦的，但我真的不记得擦过。30年来，我不敢。以后能睡了。他等了30年，等你承认，你刚才说出来了，他听到。这碗不是给你的，是给你师弟的。你替他喝了30年的茶，今天他自己喝。老夫800年没过人了，上一个是守墓前养的一条狗，他比你省事，他只需要摸头，你还需要烧禁术。你把我比？不是，是狗不喝茶，你喝。丹霞宗的流石已被秦族转移。季恒的紧急情报，流石已转移，秦族在反转宗我们的位置。让他们追，下一块秦族藏得更深。秦族私藏，编号甲4，用途备用，这不是备用，是后手。秦族把流石当成了传家宝。几块？暂时只有这一块，但档案被烧之后，他们会启动更多。将了回信，继续回收碎片，勿让司主知晓。第4款，碎。不是支持你们，是怕流石不是护宗根基，是抽水机。再留着它，我灵脉被抽干。这是一块外形一致的普通灵石，被秦族丢了包。你女儿腰间的玉佩是谁给的？3个月前，秦族长老送的满月礼，说是护身符，里面是流石粉末。真的流石已经不再镇眼了，被磨成粉，封进了玉佩。比原来好看。玉佩还是你的，流石没了。第6块流石嵌在丹霞宗秦族祖祠阵最深处，周围布了3层禁术陷阱。第1层是秦族血脉识别，第2层是禁术自爆锁，第3层被秦部7000年前亲手抹掉了。他在保护自己老家？不是，他在保护祖祠里另一件东西。流石下面的石室里封着秦族7000年前的禁日记，初代秦族长老和第3继层是为了保护层施了保护浆的密不被发现。现在第3层是空白的，我能直接进去，但第1层和第2层还在，你需要秦族血脉来破第1层。你把自己烧成了空白？对，空白的人没有血脉特征，第1层检测不到残留，等于空门，空门不触发警报。日期是100年前，将给秦族的最后一封回信。秦不度已触碰母石，兀祖，他是合适的继承人。旁边秦族长老批注：司主不知情。母石激活已完成，等待指令。最下面是秦不度的签字，未反对。秦不度从头到尾都在被操控，秦族操控他，将操控秦族。他是司主，但从来不是做决定的人。流石是抽2块，冰也剩2块。老夫每碎1块流石就加1块冰，杯子里的冰不是数你命，是数流石。流石碎完那天冰化完，茶还是热的。等桌上这滩冰水化完，我给你泡新茶，热的。已经在路上了。长老们居然动用了7层禁术封印去护那块流石，根本不是防外人，是怕秦不诺来抢。族里和秦不诺已经彻底撕破脸明证了，这流石绝不能落入他手。
还剩最后一块。我父亲说，天剑门欠你一个人情，人情现在还不了，先还30把剑。跟着吧，不要挡在我前面。我知道，挡在你前面，你的骄横会被我的灵气干扰。不是，是你太高了，当风。烧掉师傅的阵基，护山大阵废了7成。青云宗从此门户大开，但这下面压着的是比外敌更危险的东西。师傅布阵的时候说过一句话，这阵最大作用不是防外人，是有一天能自己人开门。今天就是那天。第8道旧门不再进去，在青云宗地下，我把它封在这里，因为最危险的门不该再进去，它应该在一座有人守的山底下。原来不是7道旧门，是8道，第7道还没封，第8道就在我脚下。师父每天踩在阵基上给弟子上课，每天晚上在阵基旁边的净室里打坐。他守了300年，从来没有人知道他守的不是阵，是门。那阵基烧了，门会不会开？已经醒了。从里面烧不疼。分血，第6道印记，火能渗进血管，只烧禁术，不碰真血。如果禁术和真血混在一起呢？那就烧到分开为止。火分得清，禁术是假的，血是真的，假的烧成灰，真的继续流。以后遇到被禁术缠上的，摸这里，黑纹不是疤，是火说清完了。什么？还是不懂。他说跑茶，3下怎么就是跑茶了？你不敲3下杯子，怎么提醒茶叶沉下去？老夫守了800年墓，今天被2个小辈教了怎么敲杯子。不是教，是你自己说过的话。泡茶不需要技术，但你泡的每一碗茶，我都在喝。收到了。第7块流石碎裂的当夜，镇狱司的清洗令轰然下达。这不是谈判，更不是驱赶，而是彻彻底底的斩草除根。而这一次，秦步飞签下的不再是未反对，而是全线抹杀。你卧底7000年，比大多数正式成员待得久。你以为你了解什么？犯人只是待在牢房最熟，出了牢房连门的方向都不认识。季航，我知道，这一刀给我欠他的7000年，等流石全碎，回去还。沈师姐，你受伤了？不是，我抱着36书经的禁术记录好了3里路，纸上全是名字，沉死了，但扔不掉。有一个名字旁边写着灭口，是师祖。这些名字有什么用？师祖的字，他的字还在，这些名字不会被忘记。30年后，有人3概念日志，会知道被禁术毁掉的人叫什么，他们就没白死。沈师姐，下次突围，我跟你一起。全碎了。你现在火域45里，锁定速度0.3息，同时跟踪目标数120个，焚气状态稳定，火能渗入地下5尺。还有，想烧的还没烧完。第8道旧门还在青云宗地下等我，碗还是凉的，手还是热的，够用。
你卧底7000年，就为了今天？不是为了今天，是为了明天。你们来之前，我已经把档案全销毁了。他们抓住我的时候，档案库是空的。你的身份，我自己删的，不是要躲，是不想变成进禁术的另一块流石。死了还被人用名字刻着。你销毁了档案，但我抢出了一本，全是名字，有一个名字旁边写着灭口，是师祖。7000年，我每天都觉得自己在数别人的命，数到后来忘了自己的。今天你把我从这地碉里接出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数过的人每一个都没忘。你们背着我藏野流石，背着我流石，背着我给苍云谷签了备用流石，每一件事都没有经过我的签字。从今天起，秦族不再是镇狱司的执事家族。你们当年杀了我师父，用的是禁术反噬，他把你们的名字刻在漆石板上，又刮掉了。不是因为原谅，是因为石板上位置不够，他要刻另一个名字。帮我烧了。你的腰牌上有一道锁，7000年没人烧过，因为没人看不见。现在锁没了，你自己要求的，自己承担。你接下来去哪儿？青云宗地下第8道旧门压在师傅的阵基下面，门已经醒了，他在等我。秦族不会让你封第8大门，他们背后还有东西，不在九州，在禁区里面。你烧掉的那块野流石，上面的配方不全是秦族写的，有更早的笔记，在禁区里面。对，初代秦族长老在7000年前亲手把一块流石嵌进了旧墟的封印层，不是裂封印，是封在里面，和封印长在一起，流石和封印连成一体。你烧流石，封印会碎；你不烧，秦族可以用这块流石从内部重新激活禁术源头。第7道旧门还没封，第8道在青云宗，第9道印记，秦族把它和封印缝在了一起，所以你要先去禁地，不，先去青云宗。师傅的阵基压着第8道旧门，我要先把师傅的阵修好，然后去禁区。秦族背后还有人，江，7000年前镇狱司的初代司主，不是死了，是寄生在源头石上。秦族所有的禁术配方都是他写的，秦不度只是一个学生。老师还活着，躺在旧墟最深处，7000年没出来过。你想去旧墟找他？不，我先去青云宗。师傅的阵基压着第8道旧门300年，封门之前，我要先混回家。秦不度把自己长老的手求了，他自己签的字呢？他让我烧了他腰牌，那是7000年的司主信物。他烧了，不是腰牌，是烧腰牌上的锁。烧完之后，腰牌还在，但锁没了。他自己也解不开秦族的追踪，从此以后，他只是一个没有追踪器的普通司主。他帮你的每一件事都在削弱自己，这不是好人，是走投无路的人抓住了唯一的梯子。梯子够结实，他爬上来，就看他想不想摔回去了。小师叔，日记上的名字，我想一个一个去还，不是还纸，是告诉他们，被植入禁术不是他们的错，罪魁祸首已经锁住了自己的手。好，还的时候带上雁盟。一个人名2个人去，一个念，一个握刀。明天入禁区，第8道旧门等了我300年。你一个人？苏哲之在外面接应，里面我一个人。师傅的砚台压了第8道旧门的位置图300年。明天我封门的时候，砚坛放在门缝里，替师傅看着门关。今晚不加嘉宾，明天进去的时候我要喝热的。林度，这是师傅连夜绣的。他说你总得带着点青云的东西走。他把剑髓交给我说，等小师弟从禁区出来，系在他剑上。我藏了3个月，你刚从禁区出来那天，我没敢给你，怕你误会，怕你以为我在说你又要离开了。师傅的金针脚，下针太深，收针太急，边角总是毛的。一个一辈子忘剑的人，为绣一个字学了一夜，系在手腕上，剑会断，手腕不会。你怎么知道我要进禁区？你回青云宗碎第7块流石那天，你在阵基前停了很久，我就知道了。他的剑碎
我带进禁区，2样东西都在，他守到了。旧门的心跳，7道门同一个频率，初代刻进去的。6万年还在跳。被封在封印层里的不是禁术，是他的一节指甲，指甲上有他最后的脉搏，封进去的时候还在跳。封印把心跳锁住了。6万年来第一次，有人来听了。明天，我一个人进，你在外面。不行。你说，我在听。怕，记起他之后，我会变成什么？你什么都不会变。火还是火，你还是你。火不会不在，它只是换地方烧，从你体内烧到剑里，还是火。你每一次怕，都是因为在乎，在乎是你没被火改变的部分。火烧了100年，这部分还在。怕没用，门不会因为怕就自己关，但你怕的是对的，不是怕死，是怕记起了他之后，忘了现在这些人。我见过他，在前世。他要是真想挤掉你，根本不会给你留选择，他留下就是为了让你选。我替你选，选风。第8道，等天亮。今天晚上你还是这一代的灵都，明天再当他的继承人。你眼睛看不到，没关系，我不是用脸让你记住，是用手摸得到，不会忘，火也烧不掉。你不怕我变成另一个人？你已经是另一个人了，从禁区出来第1天就不一样了。我再等1天，就是另一个不一样，没有区别。这叫没有区别？因为不管怎么变，你敲我手心的节奏永远一样，3快1慢。跑茶，你连死前都要先跑茶，死前也是这节奏。你没有骄横，为什么没有？那你怎么看谎言？我不靠火，我看人看了20年。说谎的人嘴角会先动，手指会先缩，呼吸会先停。你那道骄痕烧了100年，替你看穿伪装。我这双眼睛生下来就能看，省了100年。你脸上的骄痕是黑的，最黑的黑色，在跳，像心跳。800年前上一代入禁区的时候，我放了2只碗，他出来的时候2只都是满的。这次我的碗会空。他们在替你挡剑。6万年前，你不是凶物，你是他们拼了命要保护的东西。他们把剑埋进土里的时候，手还按在剑身上。6万年后，有人把他们的坟挖了当矿。镇狱司7000年来，每一任司主都是盗墓贼。你也是瞎的。你的石砖，我替你推进去了。6万年卡在门缝里，今天归位，不是我的手，是你的。我只是借火替你暖了一下砖，砖暖了，石缝松了，自己滑进去了。第6万年后收土，不是门，是6万年前那个瞎子的遗骸碎片，7个方向，他被感染剑贯穿了7处。他用自己最后的7块残骨封住了7道扩散路径。秦不度偷走的流石，是祖先的黑骸，他自己不知道。刚才什么东西震？旧门清了一下，被禁术含在旧门里的6万年口气，没人说过话，憋了很久，一震就是呼，然后没了。这是老夫800年来听过最玄的响声。里面在震什么？
旧门在清喉咙，6万年前被封住的空气，今天第一次吐出来。初代的最后一口气是干的。6万年，第一次有活人的体温碰到你的骨头，不是敬你，是替你把骨头暖一暖。你刚才在跟谁说话？初代，他的残骨在门里待了6万年，骨头是凉的。我用白火替他暖了一下。他听到了吗？骨头在震，不是怕，是暖。凉了6万年的骨头第一次碰到活人温度，它在抖。暖了之后频率变了，从极慢的被冻住的震动变成了活的脉搏。骨髓里残留到6万年他活着时的频率。他活着的时候体温偏低，比正常人低1度。你怎么知道他活着的时候体温偏低？初代在石板上刻的字有体温。他的指甲嵌进石缝的时候，石头的温度比他低。他锤铜铃的时候，铜面是热的，但他的手摸过之后降了半度。我每一次摸铜铃都能感觉到他偏低的体温。我知道了，他在你体内不是血脉，是温度。你记住的不是他的指纹、他的字迹、他的心跳，你记住的是他体温偏低。对，所以他吸雾。体温偏低的人摸什么都会觉得烫，所以他握铜铃很轻，刻石板很轻，封旧门的时候推石砖也很轻，不是没力气。你碰的第一块流石，你把它嵌进心脏，剑术和你的命连在一起了。烧剑术等于烧你整个人。对，流石是我碰的第一块，7万年，它在我体内生根。你烧过的所有流石都是它的复制品，这块石是母石，你烧了它，禁术源头就断了。你在给自己挑死路？不是，是给你挑。你烧了，母石碎裂，禁术源头断裂。你不烧，母石感应到旧门灵气后会自爆，爆炸会震裂第6道旧门，你不能让第6道裂，所以你只能烧。100年前我碰了第一块流石，禁术的滋味不像毒，像糖，用了第一次觉得下次少用一点就行。镇狱司7000年来，每一任司主都这么觉得。我不是第一个，但我是最后一个。你躲在柜子里的时候，听到他的呼吸了吗？你没听到，因为你在数自己心跳。你怕他听到你心跳，你不是怕他失望，你是怕他听到你怕。他来找过我3次，头2次在外面，我让人把他挡在门外。第3次他翻墙进来的。那天夜里下雨，他翻墙的时候摔了一跤，膝盖磕在石尖上。我听到声音了，他在雨里站了一会儿，然后推门进来。他看到桌子上我还没收的7个封着禁术样本的瓶子，他没碰。他坐在桌子前等我从柜子出来。雨下了一整夜，我躲在柜子里数自己的心跳，数到天亮，雨停了。他站起来，把7个瓶子一个一个摆正，然后他走了。之后3天就被灭口，他的膝盖上应该还有那道磕伤，但他被禁术反噬烧成灰的时候，伤口也一起烧没了，没有尸体，没有坟，只有一块磕到一半断掉的石板。我只说一遍，你的罪不是让我师父等了1夜，是被禁术毁掉的所有人。你躲在柜子里数心跳的时候，碧水宗的灵脉正在被流石抽干，苍云谷的弟子正在被禁术反噬。烧，快烧！你在等什么？等流石裂到最宽，裂到最宽，烧得最干净。流石最早是封印，被人当成了武器，现在归位。封门时回到门里，你欠的烧完了，欠别人的灰还不了，但灰会散，散到每一片被禁术毁过的土地，替你还。
师父，你当年压着第8道救门的位置图，今天我用你的砚台压着第6道的封石。你压的是秘密，我压的是结果，都压住了。发现者将真玉寺初代寺主，源头所在九虚之下第7层，意识尚在。秦不度的禁术不是自己造的，他用的配方是7000年前的人留给他的。这个人还活着，秦不度只是他的学生。里面烧完了，完了。他留了什么？灰，还有一枚铜符，上面刻着初代司主的名字，江。意识尚在，躺在旧虚之下第7层。灰不算留，是剩。对，他不是想留，是没得剩。流石炸了，禁术烧了，肉身成灰。灰不是他的遗物，是禁术的残渣。他的遗物在门缝里，那块石头不是他的，是门的。秦不度的禁术配方你烧干净了，他的母石碎了，他的灰散了。800年前你师父在他门前等了一夜，今天我替他在石碑前放一碗茶，不是敬秦不度，是告诉你师父等到了。你呼的最后一口气，在骨头上冻了6万年。今天我替你把霜烧化，不是烧骨头，是烧霜。霜化了之后，你的肋骨就能呼吸了。第6万年后，收徒。初代刻字，上一代封门，师父压图纸，我压砚台。第8道，前世战斗本能已装载，火域100里。800年前上一代从禁地出来的时候很安静，静到我在外面听不见他的脚步声。你不一样，你封完门之后，石板把声音还回来了。因为封印活了，活的封印不吸音，会回话。初代的铜铃震了一声，不是在回应我，是在回应第8道印记。他知道我记起上一代了，灵认识上一代。上一代800年前封门的时候，灵在他脚下震过一次，今天又震了，是认出了同一个人，同一道血脉。灵分不清，他只知道那个血脉又来了。帮我告诉他，剑鞘不用还了。
天剑门后山流石粉末，碧水宗旧镇险，尽数残叶。第9道不是力量，是全图扫描。所有剑术的位置，我现在全知道了，还剩73处残留。明天天亮前全清。老夫在禁区外听见了一声金属长鸣，不是鱼雁，是剑鞘。剑鞘在鸣什么？他在认主。初代的锻造纹，上一代的凹痕，江的铜符余温，我的掌心，4重印记同时激活。认主之后呢？全图扫描，所有禁术的位置全知道了，还剩743处残留。733处，你一个人烧？明天天亮前全清。他让你说剑鞘不用还了，你可以不说。我摸到了凹的。你什么时候摸到的？第一次握这把剑鞘的时候，铜扣上的凹痕，我以为是铸造瑕疵，后来才知道不是，是人的手指按出来的。你一直知道是他的？知道，但我没问。问了你就得替他传话，谢谢你替他传话。我也没等，我只是记住了凹的这边，在左。他当时应该惯用右手压左边，和他生前习惯一样。他托话不用还，他的不用还，你已经替他给了。现在这一面，我给你，我的不用还。不是剑鞘，是我。他的指印比我的宽1厘，手比我大，他比你高半个头。前世记忆里，他从剑鞘旁站起来，头顶刚好碰到门光。那他每次进屋都得低头。第9道不是力量，是上一代用火烧尽后唯一没被烧掉的东西，半片铜，半封念想。剑鞘从来白不需要还，当年他走之前就把鞘与剑一起放进他手中。初代捶打的铜铃，上一代握过的剑鞘。今天我铸造的鱼雁，同来自同一条矿脉。6万年，变的是握铜的人。今天第3个人握住了铜。6万年来，狱主便躺在这张黑焰铺就的床上，孤身镇压着禁术源头。3重封印在同一瞬间被火焰彻底灌满，火记住了6万年前初代镇于时微弱的脉搏，并将这脉搏永远还给了封印。镇域彻底关闭，9周之内，所有曾接触过禁术之体内的残留威力，在这一秒被同步焚毁，狱火不再溢出。以后不用我点了，剑在这里，禁术残余的靠近就会自己烧。从被关在狱6万年的火变成一把剑，牢房到剑鞘6万年。你把火全部封进剑里，自己不留？留了，留在剑鞘里。你握着是凉的，凉就等于火还在。火走了，但走之前给我盖了个戳，意思是我的身体他用了100年，现在还给我。戳是他的，身体是我的。
守了800年的木变成剑了，木空了，剑比木好，剑可以擦，木只会掉土。于燕这个名字谁取的？剑自己写的，然后就不说话了。不说话，但它还烫吗？平时不烫，只在你把它碗碰倒的时候微烫一下，表示扶着。以前火是武器，现在它是信，不是靠烧，是靠转。把旧痕转到剑上，剑成寿，再转成焰。你的灼痕没了，是转到剑上了。消息传开，求验者从9州各地涌来。不是谢礼，是还债，是还债。300年，刘石偷了我们300年灵脉，现在还。他不收，说我还够了，我就是要留，就把这70年都交在剑上。朕玉，我赔。源头回收，倒计时7天。镇狱司初代司主江失去了对禁术传承的控制，72个经文持有者中，12人同时晕倒，源头正通过他们体内残留的印记定位于眼界。还给我！你来了。秦不度死了，刘石碎了，旧门封了。你烧了我7000年的实验数据，现在把铜符还给我。我能烧秦不度，能碎尽流石，能封7道旧门。你7000年前的实验，在我面前也是燃料。燃料？你知道源头石是什么吗？它是和浴火同时诞生的。你的火能烧尽树，但烧不了源头石。石头是真的。你的火对真东西只有正常伤害，正常伤害烧一块房子大的石头，你觉得要烧多久？你没算对一件事，火域100里。将启动了源头回收的最后一步。全9州所有被烧尽后的禁术残余，被7000年前埋下的引线同时激活，向着旧墟疯狂汇聚，是要夺回铜符，重新激活模板。7000年的实验数据，731个变量。7000年实验败于731人，值得。我本心非恶，只是无力掌控失控之力。多谢你终结这一切，禁术源头彻底断绝，世间再无诞生新禁术的可能。不是焚烧殆尽，是根源彻底斩断。第7层的禁制已开。今日我在此，不必替他做什么，只需让他知晓，有人看见这份坚守。这番话比你焚烧所有禁火还要滚烫。方才浇筑铜水不算接续吗？不是替他延续，是伴他同在。接续是替代前人，陪伴是并肩而立。6万年前他孤身刻字，无人陪伴。我以为我是被救的，原来我也救了别人。那是经文在对抗源头时，火从剑身上反流回他们体内的印记。一道经文，一段江的执念，他不愿被世人铭记，却被浴火永久留存。火不分善恶，不是克，是被烧。烧和克同一件事，甜的。6万年，第一次不苦。江的源头消散后，禁术从9州彻底消失，镇禁区
不再需要看守。茶雅并非人为栽种，大地自愈，万物新生。今天没有看人，看了一整天茶田。茶不会说谎，但茶也不会说真话。茶只是长，指头在呼吸，不是禁术，是热胀冷缩。他们说完了。说的什么？统领说6万年可以停了。于燕说好。你今天踩的步子比昨天慢了半拍。因为昨天你走太快，我跟不上。那我今天走慢？不用太慢，正常。正常的速度我能跟上。老夫最后的工作是给林度眉心的徽起名字，不起了，徽有名叫烧完，不是烧完了，是真的不需要烧了。烧完就喝茶，今天茶不冰，因为最后半块冰刚才化了。鞘是温的，温是火还在烧的最低温度，你在，所以是温的。你若不在，它会开始变凉，像个普通的空鞘，所以剑鞘永远是温的，表示你在。火还给我了？不是还，还是交接。火用了你的身体100年，走的时候把体温还给你了。鞘记了你的每一个温度，凉的、烫的、温的。今天鞘不再调温了，因为你的手不需要鞘再替你调了。我欠你的，他用这道文还了。他不欠我。茶田归我管，剑归苏师姐管，杯归江前辈管。你管什么？我管喝茶，茶凉了得续，碗空了得添，杯子碰倒了得扶。不是管茶，是管这个桌子。桌子上有4只碗，你的、苏师姐的、江前辈的、我的。4只碗都在，茶就没凉。九虚之下第7层有一个东西回应了灵，不是禁术，不是伪装，它震的频率和灵完全一样，是共鸣。那是什么？有人在最深处等了6万年，等的不是出去，是有人来。灵等了6万年，等到一个回音。回音不是话，是和灵完全相同的震动频率，代表我在。6万年，等到了一个我在。对，够了。老夫守了800年，最后一口烟不是送自己，是送那枚灵。那个回应灵的东西，你觉得他在等谁？等下一个听得见他的人。